现在呢，我们就要做高速爆胎的测试。还有160。什么都不用管，什么都不用管。现在坐车太费 CEO 了。我这个测试之前没给老婆去请示啊，要不然她肯定不会让我去啊。强大的感知能力，可以精准地识别追尾或者侧向撞击卡车的高度、宽度、速度与角度，急速响应，让全主动悬架在0.7秒内啊，就能将车身升起至高最多50毫米，用最坚硬的防撞梁抵御碰撞。又开始骑出来了。这个时代最好的车。终于肯说了。售价价格来了78.8万元起。采用BAS电池租用方式购买，售价66万元起。如果我花更多的钱，我花150万去买一台旗舰轿车，那你就要回答一个问题：你到底哪方面比蔚来好？凭什么你要卖这么贵？好，各位买好，我是董买买。昨天呢，在广州参加了2024 New Day， 今年呢也是蔚来创业的第10个年头了。这一次呢 ，New Day 发布了旗舰车型 ET9， 发布了第3品牌萤火虫。我知道呢，昨天晚上有很多同学给我发私信说，为什么没有看到我的 ET9 体验视频？其实当初他们是邀请了我去看的，但是考虑到我想在 New Day 去真正的沉浸式欣赏，去满足那种我第一眼见到哇塞那样的感受，所以呢，我就婉拒没有提前去看车。我是作为纯粹的车主的视角，沉浸式的体验了昨天晚上的 New Day。我觉得做得非常好，整个发布会的过程详略得当，讲技术的时候讲了技术，讲技术真正落地的时候拍摄了非常多好看有趣的视频，而且对于 ET9 整个车到底该如何尊，毕竟你都花81.8万去买这台车了，要满足车主们哪些情绪价值，我觉得做得非常到位，特别好。甚至于最后斌哥在说只有999台的时候，我有点焦虑，这999台我手速不够快抢不到。所以呢，我确实是下单买了这台 ET9 啊。为什么要买？我觉得还是可以简单的聊一聊。那这期视频呢，不会去聊参数啊，不会去聊很多细致的细节。我觉得那些呢，都要等到真正这台车可以在路上开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一定会去给大家拍一个更详细的视频。简单说一句，就是 ET9 呢是蔚来制造的智能电动旗舰大轿车，它很贵，价格呢要81.8万了啊，发又发，这个其实对做生意还真的是蛮好的。购置税呢，按照国家的要求，明年会减免3万块钱，对吧？所以呢，它落地呢应该要87万多块钱了，算上保险之后呢，大概要90万左右了。如果呢你选择 BAS 的话，那个电池可以减掉12.8万嘛，所以也就是说你的购置税大概也可以额外优惠1万多块钱，这个就看你是不是需要了，好吗？为什么要买 ET9？ 我觉得极致的安全是我在乎的第一个点啊。New 的品牌呢，其实一直都是坚持双电机嘛，双电机有很多好处啊，它的动力比较好，然后呢它可靠，万一坏了一个电机了，另外一个电机还足以支持这个车行走。然后2个电机呢前后动态的分配动力，可以让你在比如雪地啊，在一些比较难搞的路面上有更好的可靠性，更多的安全性。你看前几年我驾驶着 ET7就换了一个雪地胎，在东北零下35度、零下40度的场景中，在那么厚厚的深雪中开起来就是很稳健，就是很安心。然后呢 ，ET9 昨天最打动我的一个点是什么？160公里每小时时候的高速爆胎。你知道这样的时速下爆胎，你要去搜一搜网上啊，去搜一搜什么抖音小视频，民科还在跟你说什么100%死亡的。
ET9呢可以车辆几乎不偏移道路的情况下安全的停下来。这样的能力，其实这是一个关乎到车的悬架、关乎到车的底盘、关乎到车的转向、关乎到车的胎压检测，一整套系统快速、高速响应、及时纠偏。它是个动态的，你光什么轻轻的修方向是没用的，对吧？它是个动态的系统，这一整套动态同时能驾驭、能控制的时候，哎，这个车表现出来就是160公里每小时。斌哥亲自拍的那个视频，对吧？都很安全哦。昨天在这个视频的时候，真的超级的打动我。然后车身本身的用料也不用说了，未来的用料一直都很好。到ET9的时候，这个超高强度的白车身啊，52600牛米每度。这辆车是在没有使用 CTP， 是使用换电技术。换电技术你知道电池是要摘下来的，所以整个车身的抗扭刚度是要靠车身的结构设计去顶住这样的东西的。CTB 其实非常容易做到很高的抗扭抗度，因为电池作为整个车身扭转的一部分，参数上非常好看。但是 CTB 呢是一个降本的措施，会带来很多其他方面的问题，所以在高端车上不用，高端品牌上不用是非常正常的。未来 ET9 在有换电技术的情况下，52600牛米每度的白车身，然后一个超大型的地环。如果你稍微熟悉一点汽车白车身的话，你就觉得哇，这个东西做的好厉害啊！然后全车的什么主被动安全也给你拉满，9个安全气囊，坐姿、躺姿都能覆盖，这个可太重要了。这个车是有一个相对的比较躺的姿势的，在躺的姿势下，车身发生一些碰撞风险，一定要求这个气囊要覆盖到头部。气囊的约束系统还是智能化的，19个场景，对于不同的体型，像我比较瘦，有的人比较结实，对吧？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气囊起爆，都会影响到你的接触面，都会影响到真正受伤的情况。所以这些东西不仅标配标满标的很大之外，还是智能化的，这种东西真的太好了。再有呢，就是全主动悬架，全主动悬架除了行驶舒适后面会讲之外，对安全性上也极大的提升。比如说车辆后面有个大卡车要快速的追尾你的时候，全主动悬架可以快速的把车身抬高，因为抬高之后防撞梁就高了，防撞梁高了可以更好的正面去应对大卡车的碰撞。昨天晚上没有发这个视频啊，但是这个车如果是全主动悬架的话，有一台车从侧面来撞你，车一样可以通过单侧的支撑，把这个车单侧抬高，用更高的面去迎接碰撞。像安全之类的东西啊，都是一种冗余感，就是你不希望它用到，但是一旦要用到的时候，你就要保证尽可能的高度的安全。那所谓安全嘛，就是要冗余。冗余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一种浪费吧。你看双电机是不是冗余？单电机能不能跑？满大街的特斯拉不都是单电机吗？跑得好得很，对吧？所有东西都是要冗余的，动力是要冗余的，配电是要冗余的。这个车的低压电瓶有2个，一个在车前，一个在车后。不管你是追尾还是被追尾，对吧？哪怕你损坏了一路，整个车身的低压供电依然都可以有。那现在的所有的车型基本上不都是前部放一个吗？那撞就撞呗，撞完了之后断就断呗，是吧？那也没办法，就有一个，就是双路就是比单路更好，双路就是比单路更贵，双路就是比单路更重。但是你在旗舰车型上，他们的车主们值得这件事儿，对吧？感知系统也是一样啊，必须要冗余。视觉能不能做智能驾驶？可以啊，乐道已经证明过了。那未来就要上激光雷达，到ET9之后，不仅上激光雷达，还要上3个激光雷达，这就是一种冗余啊，对吧？智能驾驶的算力不也是如此吗？明明一块 Orin 芯片就够，未来现在的卖的车型是4块 Orin 芯片，到 ET9这儿又放了2颗自研的 NX9031了，1颗顶4颗，2颗顶8颗，所以对于极致安全的追求，昨天这个点位啊，非常的打动我。然后就是车身的外观了 ，ET9是一个未来10年来延续了家族设计的传承，这点很重要。你看到这台车的时候，你就知道这就是未来的车。你不需要发布会的创始人在台上声嘶力竭的大喊说我们好看，我们遥遥领先，我们这个那个，对吧？也不需要去拼凑一台车，这个市面上卖的贵的车长什么样，我能不能去抄它一个双色车身，去抄它一个轮毂，再把整个车的造型再从这儿借一点，从那儿借一点，去拼凑去缝合一个东西，然后给它标一个很贵很贵的价格，这真的是不行的，这是不对的，这满足不了我的需求，是吧？像5325毫米长的车身就要这么长，对吧？才够尊贵。然后限定的紫叶净瓷蓝哦，这个蓝色真的太打动我了。60个小时的打磨，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广告术语还是什么，但是实际上你看到这台车的时候，你能看到那个车漆像镜面一样把天空给它映衬下来。之前有一张图片我给大家贴出来，当时那个颜色我看到之后，我觉得这个颜色可真棒呀！就开在路上就有感受到我们不一样，这种感觉是满足了车主们的情绪，你知道吧？
然后车是做的4座，我知道很多同学说又需要5座，因为5座有着更好的实用性，比如5座后排可以放更多的东西什么之类的。4座会有人觉得局限，那我觉得局限就局限吧，这个车4座挺好的。内饰什么分段式的氛围灯啊，绝对也不是什么晚上 KTV 一亮亮一片，然后搞各种各样颜色，恨不能给你把 RGB 对吧，什么65536各种颜色都放进来，没有意义。沉稳而又内敛，但是呢又给你一种温暖怀抱的空间，这种东西太好了。发布会中有提到一个叫意境空间的东西，然后针对不同的季节做了4个主题，那4个主题各自都有着既平和又温柔的词汇，还展现了语言的力量。我们对所有用户在4季的祝福，春祈、夏安、秋随。这个有点东西啊，东宁。这个名字都起的有点高级，中国的文字啊用的真好。真的，我觉得这一次 ET9 在起名上做的挺到位了，好吗？然后乘坐的体验感觉，因为有了主动悬架嘛，所以你可以平移的去进入车身。你知道 SUV 呢是要爬的，轿车呢是要钻的，但是这样的一台大轿车，它既可以让你不钻，对吧？就那种平移的去上车，这种优雅的感觉，上下车是你每天都要用的，你每天都在钻，不代表这事儿一定对，好吗 ？ET9 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全主动悬架过滤掉了路面上的大部分的震动，一碗水端平，这个东西的感觉，去年在发布的时候就很多同学非常喜欢啊，哦，真的可太棒了。发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就是对比迈巴赫嘛，对吧？迈巴赫，而且你仔细看那台迈巴赫侧标是有 V12的哦，那不是一个低配版的迈巴赫。又开始气迈巴赫。你想想看，这2台车这样的差距，如果你都200多万预算买迈巴赫的，买的都是560、580这样的车，我都不说你买的是迈巴赫 S480啊，你真的应该在体验、在乘坐对比上去对比一下蔚来 ET9之后，再决定要不要买。买车这个事儿吧，虽然到这个预算了，不存在说买得起买不起的问题，但是明明可以买一个更好的，为什么不去买个更好的呢？好吗？然后 ET9呢，其实也有后轮转向啊，这个后轮转向的效果就是比宝马 Mini 还好掉头。这是一个5325毫米的车，它比宝马的 Mini Cooper 掉头的半径还小，所以这些东西都到位了，就是车又大，开起来又容易。虽然大部分的人买这个车可能是有司机或者有什么样的情况吧，但是对于我个人的需求来看，我是司机，所以作为一个勤勤恳恳工作的司机，我觉得车好开，开起来容易，倒车方便，这事儿是我非常强烈的一个需求。我不买特别大的车的原因就是在城市中它没有那么方便，但是我觉得 ET9是我愿意去尝试的车型。至于乘坐的静谧性，除了这车的 NVH 肯定是很到位的，我都不用想，对吧？然后加入了主动降噪，非常好。这个价格的车就需要有这些东西。然后音响命名叫九霄天晴，你看多么有国风，但是多么高雅的一个词汇。音响盖呢叫连前文，哎呀，讨一个口彩。这个词啊，这个名字啊取的都特别好，对吧？8.2、点4、点8。35个扬声器，支持杜比全景声。注意啊，杜比其实并没有8.2、点4、点8这样的布局，所以蔚来一直说的是自己是8.2、点4、点8音响，然后支持杜比全景声。你永远不会看到蔚来说自己是杜比全景声8.2、点4什么这样的称呼，这种做法都是那些普通品牌玩的文字游戏而已，在蔚来这儿你不会发生。然后这车带有头枕音响，然后前后有俩600瓦的低音炮，音频我没有去体验，可能是我这一次选择不去拍车的最大遗憾。我真的很想去体验一下，等这个车有展车的时候我去看看，好吗？我在现场去看这个发布会的时候，我就在想着，这台车如果是我开，我带着潘总带着孩子，那是多么的惬意与安心啊！我就觉得很好，非常好，特别的想买。
一台旗舰轿车一定也是技术旗舰，比如179这一次把全球唯一的线控转向、全主动悬架、后轮转向同时集成在一起啊，这个在全球范围内目前是唯一的。什么叫线控转向呢？你可以理解为你那个方向盘变成了一个游戏机手柄啊，虽然这样说起来不是很安全啊，但是这就是一个高度冗余而且安全的一个游戏机手柄，它没有了转向柱，所以呢，车内的方向盘的布局呢可以更灵活，方向盘前后伸缩的距离可以很大，所以呢，每一个人都会有很好的空间，这种空间感会做得很好。然后同时呢，因为它是一个本质上它是一个手柄嘛，所以它的转向比是可变的。你看它 ET9这一次呢是一个偏那个椭圆，对吧？方形的方向盘，如果这种方向盘你要接手，你是接不过来的，接手的时候姿态会特别奇怪。但是如果你是线控转向的时候，你就可以不接手了，哪怕你掉头，也只需要转这么多，就可以把这个头调过来。而且这台车如果在自动泊车的时候，方向盘其实都不需要动，它可以完全不动，这个车就可以自动泊车。但是它为了告诉你这个车前进的方向，方向盘只是微微的动10度。哎呀，这种视频啊，我看到之后我觉得太欣喜了。未来真的懂，他懂要把硬件用上，他也懂这些对应的硬件该怎么样去调教，该怎么样去使用，去用好。然后再说出这个全主动悬架。电磁液压控制的集成度特别高，大家可以去看保时捷的 PAR， 那是很大的一坨啊。这个呢产品呢是未来资本投资的 Clear Motion 做的 ，Clear Motion 做出来这个东西4个液压泵，集成度特别高，高到保时捷也觉得不错，下一代保时捷也会用这样的产品了。1毫米的时间之内就可以主动的去调节刚度、调节阻尼、调节高度，你可以理解为1毫秒嘛。1毫秒就是一个瞬间的调整，再配合未来现在就已经在目前车型上卖的这个4D 的舒适领航。舒适领航就是它有一个地图涂层上有一层舒适涂层，这个涂层会标记的之前所有车所经过的不同的颠簸，这个颠簸的高度有多高呀？这个颠簸的长度有多长啊？这是一个前馈反馈，这个车辆会在你到达这个目标之前，把自己的车的悬架、把自己车的 CDC 调整到一个舒适的位置，让你过去的时候更加舒适。这个是现在在售的车型就已经有的功能，到179上，因为有了这一套全主动悬架电磁液压调节之后，它的调节速度又快又好，所以它变成了一个更加快速、更加有效的调整。所以技术真的是改变世界，对吧？ Ah, champagne taste. No, it's your turn. That's challenge for 5 now. 阳光来了。Okay, let's try. Yes! 好的硬件、好的技术都是跑在操作系统上，对不对？自研的操作系统显得非常重要。满血版的 Sky OS 系统自己写的，减少了各种各样供应商之间的复杂的协议、复杂的通讯，真的是赢了一整代啊！这种自研的底层操作系统之后省电，我觉得对于 ET9来说只是一小部分优势啊。跨域通讯带来了极高的效果。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发布会中说的，你下车打开车门的时候，你担心的是什么？后面盲区是不是会不会撞到人？你车内的屏幕会显示后面盲区的实时影像，这个实时影像的显示是瞬间打开，而且没有延迟的。你不要觉得显示一个图像很简单啊，现在销售的所有车型，不仅是未来的，也是包括别人的车型，它因为不是一整套底层完全自研的操作系统。它们之间的通讯可能是要跨域连接的，就是摄像头的数据不一定能直接给到娱乐座舱中，它中间的延迟时效不一定有 ET9这么好，所以这些东西点点滴滴，你看到的是一个功能，背后是无数不同的架构所带来的优势。然后925伏、1200伏的碳化硅，充电效率600千瓦，100度电池，650公里续航。这些我都觉得不用特别去说，反正到这个旗舰价位了，什么都是最顶的，好吗？可以换电，3分钟就可以补能完毕。3分钟，你要是带着老板去充电，我觉得你工作没了。你别说带着老板充电工作没了，就我带着老婆，我也不敢充电啊。我这一路上走，对吧？带着老婆、带着家人出门的时候，那一定是换电呀。
蔚来在全中国超过2800座换电站，9纵9横高速换电网络都这么布局全面了。其实这台车想走就走，就是油车一样的赋能体验，甚至比油车更好。油车嘛，你还要闻汽油味呢，对吧？你加油的价格还贵呢，那换电不用下车，自动泊车、自动换，3分钟搞定，自动结算，对，还是开发票手机一点就完成，这种优越感还是挺好的。2018年呢，其实蔚来发布了第一代 ES8，当时54.8万吧，我抱着尝试的心态买了这么贵的国产车，结果发现真的很好。汽车，尤其是国产汽车，真的逐渐起来了。带给我欣喜的同时，我也开始拍摄了一些视频。这些年过去了，我也买了很多蔚来车，我见证了蔚来一代一代、一年一年的发展。当然，我也有看到很多发展过程中的痛苦，比如2019年如此艰难的情况，动不动就有人说要倒闭，什么最快今年、最慢明年。虽然他们每年都被打脸，但不妨碍他们像苍蝇一样每天都盯着你说。我觉得这事儿不重要，毕竟。如果真正愿意去消费、去买这些车的人，相信蔚来能做好，而蔚来也做好了，这事就对了。2021年的第2代车型，蔚来上线了全新的一代数字架构，开始在底盘、在悬架方面追求自研。结果大家已经看到了，不论是舒适领航还是省电节电，蔚来都有着极好的表现。到2024年又上了一代 SkyOS 天书，全新的一代自研的操作系统，自己的芯片，自己的操作系统，追求全面控制，追求高效。你没自己做呀，好多供应商在一块儿，你要的一些功能，供应商就做不了，你懂吗？这又不是花钱的问题，是供应商做不了。所以对于高端旗舰车型，把这些技术都给它自己一步一步的磨出来，显得特别难能可贵。这个磨出来的过程中，就是要投入大量的工程师，投入大量的研发，投入大量的金钱。那最终的结果可能会在短期内就呈现出，因为你研发很高，所以你会出现一些亏损。但好的东西这是有代价的，研发的过程中是会挨骂的，但是不重要。等到这个东西做出来之后，每一个人都觉得它很尊。我记得去年发布 ET9 的时候，大家在扯这个车什么长得不好看，这个那个说了很多很多的话，但是到昨天晚上发布会之后，再也没有人去提 ET9 不好看了，再也没有人说 ET9 的技术不好了，再也没有人提未来的这些技术不行了，反而我看到有人说的是，如果我花更多的钱，我花150万去买一台旗舰轿车，那你就要回答一个问题，你到底哪方面比蔚来好？凭什么你要卖这么贵？一台车体现的是车主的审美，体现的是个人的特质。我希望一台车在我这里一定要是安全舒适，它的外观一定不要抄袭，一定要有进取，要有自己的坚持，科技含量必须要高。我希望每一个看到这台车的人都知道，拥有它的车主他是能接受国产品牌，如今已经卖到81.8万，这81.8万完全是靠着自己的产品的硬实力，靠着自己的硬研发，靠着自己的强基建，把它做到如此，让消费者满意的。消费者们不是韭菜，买这辆车的人是又有钱而品味又好的人，好吗？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懂完买关于蔚来 ET9 我参加完发布会之后拍的一期简短的小视频。这台车非常让我兴奋，特别好，真的希望你在能试驾的时候去试驾，去门店里头看一看。然后等到这个车可以试驾的时候，提车之后，我应该会拍很多很多视频的，好吧？好了，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不要忘记评论双订阅懂买卖卖着头条、B 站、微博以及 YouTube 对我自己的账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